加州高铁预算曝光竟高达1000亿，为何美高铁造价是中国的20倍？加州高铁又为何一拖14年？美国作为全球最发达的国家，一直被视为引领全球的代表。然而近年来，随着全球基建浪潮的兴起，美国似乎开始掉队了，尤其是在高铁领域。最近，美国决心恢复加州高铁项目，却遇到不小的麻烦。根据美联社报道，近日加利福尼亚地方政府公布了加州高铁项目的完成预算。该项目经过几年的搁置后，于2021年再度重启。然而其预算却水涨船高。根据公告，如今政府要完成加州高铁的总费用可能需要1050亿美元，这相比2008年首次计划该项目预算400亿美元暴涨至2.6倍。而其主要增加的预算用于减少对当地居民社区以及基础设施的影响，比如为了让火车线路与中央山谷的塞萨尔查维斯国家纪念碑隔开，不得不重新规划线路；又比如为了不影响博班克机场而不得不新增隧道的修建，这些都是导致预算暴涨的原因。此消息一出，美国民众可谓是喜忧参半。喜的是，此前被盛传已经彻底烂尾的加州高铁项目，看来还没有被放弃。美国人有望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国家通高铁。而忧的却是，加州高铁项目预算实在太高，等真正建成后，预算指不定还要增加几轮。花几千亿美元修一条高铁，真的值得吗？为此，也有不少美国专家对高铁的修建持反对意见。就有美国专家拿中国不久前全线通车的中老昆万铁路进行比较。中老高铁全长1035公里，相当于642英里，总耗资为59亿美元。这意味着中国在老挝建高铁的成本为每英里960万美元。相比之下，美国加州高铁全长520英里，却要耗资1050亿美元，1英里就要2亿美元的造价。相比较，二者相差竟达到20.8倍。换句话说，同样1公里，美国高铁的要比中国多花20倍的价钱。美国造高铁的成本之高，也让美专家十分不解。加州高铁项目是于2008年由加州政府主持，目的是连接旧金山与洛杉矶这2座大城市。加州地方希望建成一条国际领先的高铁路线，其列车的设计时速达到320公里，全程可在3小时20分钟内到达。为此，项目部门进行了大量的规划，而加州高铁的项目同样得到了美国联邦政府的支持。2010年，联邦政府宣布将投入22.5亿美元支持加州高铁，随后又宣布提供40亿美元的支持。2015年，加州高铁项目宣布，已经有30家大型公司共同参与加州高铁的建造。这条高铁预计在2030年之前通车，可见加州高铁光是前期准备就用了7年时间。然而在此之后，关于加州高铁的消息突然就鲜有耳闻了，迟迟没有高铁动工的问题。后来有报道指出，加州高铁准备动工前，发现其资金严重不足，400亿美元的预算不足以完成加州高铁的修建，预算一度增长到700多亿美元。而除了受困于资金，包括环保、土地购买等问题，同样卡着加州高铁迟迟无法开工。另外，加州居民对于加州高铁的修建意见分歧相当大。即使当地政府一直希望推进该项目，但无奈民间反对声太大。2017年6月，时任加州州长布朗来华访问，并且专程体验了从南京通往北京的高铁。在面对记者的采访中，布朗表示：“我是美国最积极的高铁提倡者，我希望加州也有一条高速铁路。是的，我们正在建设它。”可以看出，加州州长来华体验高铁，很大原因是为了推动加州高铁项目而做的宣传。然而，这个愿景并没有得到更多的响应。2019年2月，加州州长宣布大幅度削减价值773亿美元的高铁计划。考虑到成本上涨、项目延期以及管理失策的问题，最后只会完成该线路191公里的一小部分。按理来说，至此加州高铁可以宣布彻底烂尾，无以为继了。毕竟，连地方政府都基本放弃了加州高铁的修建。然而，如今加州高铁项目因为中国而又一次复活。为了应对中国在全球大力投资基建的挑战，2021年，拜登政府推出1.2万亿美元基建目标，美国各大州闻风而动。为了获得联邦政府的资金支持，都纷纷提出基建项目，尤其是高铁项目，突然就成为了美国地方的香饽饽。
同年7月，共和党领袖纽特·金里奇一改过去对华鹰派的形象，在媒体上大赞中国的基建成就，甚至直言，为了让美国政治人物、利益集团、游说者、工会及官僚们认识到他们最好统一目标，仅仅是让美国能够继续存在，他们都该去做一次中国高铁。并且金里奇还点名批评了从2008年后烂尾了14年的加州高铁。既然政府高层都发话了，加州政府也很快行动了起来。很快，加州政府通过问卷调查显示，41%的加州选民明确支持继续加州高铁项目，而42%的加州选民反对高铁项目，支持与反对人数差不多一半一半。加州政府认为，在项目荒废10几年后还能有这么多的支持率，说明加州高铁还是可行的。于是，加州政府制定2022年高铁项目开工，而最开始提到的新的预算公布，正是为此做准备。不过，很显然，此次预算暴涨肯定也会成为项目开展的一大阻碍。加州高铁能否顶住压力开工，还是像此前一样继续被无限期搁置，关系着项目的可行性。从加州高铁的案例上就不难看出，为何在美国修建高铁如此之难，成本上涨、基建设施老化、土地征收困难、政策多变等，都是造成美国难修高铁的原因。相比之下，加州还算是愿意第一个吃螃蟹。但看到加州高铁的遭遇，美国其他州恐怕面对高铁项目也会三思而后行。那么对于中国来说，又是如何造高铁的？我们以中老高铁为例，中老高铁的特殊之处在于，这座高铁直接跨越了2个国家的过境。按理来说，这样的国际高铁其规划与建造需要2国进行大量沟通，耗时肯定不少。但是中国在这方面却展示出极高的效率。中老高铁首先是以中国境内的铁路为出发点，以从昆明到玉溪的昆玉段为起点。中国在自己境内修建高铁效率自然高。2009年昆玉段开始规划，2010年便开始动工，2016年昆玉段通车运营。同一年，从玉溪到磨憨镇的玉磨段开始施工。磨憨镇是中国与老挝接壤的中国边境城市。而在2015年，在昆玉段即将建成以及玉磨段开始规划的基础上，中国与老挝进行会谈，并为中老铁路举行项目签约仪式，代表着中老铁路全线正式进入实施阶段。同年，从位于中老边境的老挝磨丁至万象的磨万段开始施工。2017年，中老铁路磨万段首条隧道贯通，至此以中老边境为中心，向北与向南的施工同时展开。2019年，中国境内玉磨段正式通车运营，标志着中老铁路中国段全部施工完毕。2021年10月，中老铁路磨万段进入动态检测阶段，标志着中老铁路老挝段完成施工。同年12月，中老铁路全线通车。中老铁路如果以昆越段施工为起点计算的话，耗时11年；如果以中国与老挝正式签署协议计算的话，耗时6年。相比之下，美国加州高铁用了14年，依旧未动工。至于能否在2022年正式动工，还是一个未知数。